剑之圣女千里迢迢从水之都赶来，只是为了见哥莎一面。但此时的哥莎却正和他同伴们一起打大海蛇，非哥布林的委托竟然也能惊动他了。不久之前，哥莎他们小队接了一个委托，说有海哥布林袭击渔场，到地方才发现并不是哥布林，而是长相酷似哥布林的尼鱼类人。这老哥对自己被认成哥布林非常不满，毕竟他们的祖先可是从星海降临的伟大的章鱼神。好家伙，你们祖先不会是旧日支配者吧？而渔获减少并不是他们造成的，而是海里面的一只大海蛇。一般来说，大海蛇会生活在深海中，不知道是谁将它带到了渔场附近。一听这次的委托和哥布林无关，哥莎立刻失去了兴趣，但其他人可无法坐视不管，他也只能跟着同伴们一起来到了渔场。没想到这只海蛇如此之大，妖精的弓箭对它毫无作用，就算射中，伤口也会立马恢复。不过这些攻击能分散大海蛇的注意，哥莎就趁机将一杆长枪投出去，贯穿大海蛇的脖子。这番动作激怒了对方，一口就咬上了他们的船。女神官赶紧念咒施展奇迹，船被金色的屏障暂时包裹。奇异见状，立刻投出武器。大海蛇痛苦地摇摆着自己的身体，最终沉入了水下。可他们的船也被损毁，这样下去迟早会沉船的。而且众人心里清楚，敌人只是暂时躲避，准备伺机而动，并不是真的被打倒了。妖精爬上桅杆，向远方射出一支箭。哥莎提醒其他人，等那家伙一出现就扔掷鱼叉。果然，大海蛇耐不住性子，很快又浮出水面。女神官率先吟诵咒语击退了对方，蜥蜴将一柄鱼叉扎在了海蛇身上，矿人则扔出一袋白色粉末，然后吟唱咒语召唤水精灵和风精灵，操纵着大海蛇在水面不停地翻转游曳，最后把自己打了个死结。妖精就直接往他眼睛里射箭，终于将大海蛇彻底杀死，庞大的身躯沉入了海里。哥莎忍不住感慨了一句，如果哥布林也这么好收拾的话就好了。回去后，他们拿到了委托人给的报酬，有好几个漂亮的装饰品。哥莎让大家各自挑选自己想要的，剩下的就换成钱平分。蜥蜴拿走了化为玛瑙石的龙之颚，妖精拿走了一个金闪闪的牌子，打算寄给姐姐。女神官拿走珍珠，打算供奉给地母神。矿人选择的是独角，打算当成触媒使用。最后，哥莎拿走了海螺，送给木牛妹当礼物。不得不说，这小子是越来越懂人心了。不知道剑之圣女知道了有什么反应？她千里迢迢来找哥莎，委托她去杀哥布林。这次的哥布林出现在了水之都去王都的路上，因为有那些东西存在，害怕哥布林的剑之圣女的没法走那条路了。但他必须参加这次在王都举行的会议，所以想拜托哥莎担任自己的护卫。沿途如果遇到那些哥布林，就将他们杀掉。剑之圣女的酬劳非常丰厚，大家都很乐意出这趟差。在路过牧场的时候，哥莎看到木牛妹就跑去打了声招呼。剑之圣女注意到了这一幕，就问女神官那个女孩是谁。女神官告诉了她之后，剑之圣女看上去有些落寞。告别了木牛妹，哥莎跟大家一起踏上了前往王都的路途。走了一天都没遇到什么危险。晚上，众人在林子里安营扎寨。剑之圣女看到哥莎一个人守夜，就走了过来。听到哥莎说哥布林今晚或者明天应该就会发起进攻，剑之圣女露出了脆弱的表情。哥莎便让她先去睡觉，反正出了事有他们呢。剑之圣女就不愿意离开，两个人就这么静静地坐着。忽然，女神官从睡梦中苏醒，走了过来，翻找饮用水，发现剑之圣女和哥莎坐在一起，剑之圣女还满脸娇羞的模样。谁能想到哥莎也会遇到修罗场呢？女神官不解地问他们俩怎么了，哥莎就回答她睡不着了而已，气得剑之圣女小嘴撅了起来。然而下一秒，在场的几人就警觉了起来，他们听到了敌人来袭的动静。女神官立刻穿上锁子甲，拿起法杖喊大家起床。哥莎起身将身后的剑之圣女也拉了起来，手紧紧握住人家的胳膊，亲自将她送回马车并锁上了门。接下来就是他们小队的战斗了。林子里阴风阵阵，同时夹杂着哥布林尖锐的叫声。突然草丛中冲出一头魔狼，哥莎一把将其击倒，上面的哥布林也摔了下去，背后还有一个血手印。紧接着其他哥布林也纷纷冲了上来。几人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必须将这些哥布林全部杀光。可这次的数量未免也太多了。在战士们战斗的时候，妖精就在树上不停地搭弓射箭。这里地形不方便他们行动，蜥蜴就先撤离了战场。女神官为剩下的人撑起了防护。哥布林和魔狼争先恐后地撞了上来，却无法冲破那层屏障。很快，蜥蜴搬来的救兵就出现了，两只龙牙兵和哥莎他们前后夹击，总算将那些哥布林尽数消灭。在第二天黎明到来之际，他们将哥布林的尸体堆在一起。
格莎和蜥蜴一起清点了一下，发现数量跟剑之圣女之前说的对不上，而这些哥布林应该是没有超市的流浪部族，一般来说会随身携带存粮，这些哥布林身上却什么也没有，这说明还有其他哥布林在这条路上。同样有人注意的是哥布林背上的须手印，格莎干脆将哥布林那块皮给剥了下来。不过在抵达王都之前，他们并没有遇到第二波。不愧是王都，连城墙都这么气派，只是他们一看就是从乡下来的乡巴佬，被守卫刁难嘲讽了一波，直到剑之圣女探出头来亮明了自己的身份，守卫立刻毕恭毕敬地送他们进城。这的确是格莎他们第一次来王都。格莎还自言自语，真想带姐姐也来一趟。进城后，小队先将剑之圣女送去了神殿。剑之圣女邀请他们今晚留在神殿过夜，大家都欣然同意。不过格莎想先去图书馆调查一些事情，剑之圣女连忙献殷勤，表示可以用自己的权限带她进神殿的书库。结果匡人建议他们应该先去吃饭，剑之圣女立刻沮丧了起来。最后5人小队分头行动，男性们先找了家酒馆干杯。匡人敏锐地察觉到格莎最近的心情有些低落，原来是最近都没法专心歼灭哥布林。想了想他们这几次接的委托，匡人和蜥蜴表示理解。下一秒就听到格莎说自己过得很开心，但是每次都会发现哥布林的踪迹。他作为哥布林杀手，自然要尽职尽责地将他们全部消灭。匡人听懂了格莎的纠结，就问他知不知道剑是怎么锻造的，需要经过加热敲打冷却，然后再次加热敲打冷却，就这样不停地重复，少了哪个步骤都不行。锻造出的每把剑就都不一样，那什么样的剑才算是好剑呢？格莎回答不知道。没想到匡人也说他不知道，因为这并不是很重要的东西，反正这些东西早晚有一天都会变成历史，所以只要一无所知的活下去就行了。另一边，女神官来到一片墓园，这里有自己曾经那位队友的墓碑，她告诉那位队友自己还遇到了他的弟弟，悼念之后，妖精带他来了一家大浴场，准备好好享受一下。这是什么快乐天堂？不仅可以免费泡澡，甚至可以免费提供按摩和轻食饮料。女神官就注意到了不远处一个身穿斗篷的女孩，似乎一直在盯着他们。妖精没放在心上，推着女神官就进了浴场。他们将衣服脱下来放在各自的篮子里，因为浴池就在旁边，基本上不用担心衣服被偷走。女神官的锁子甲在那里整齐地摆放着，两个人又是泡澡又是按摩，光是大厅的浴场就已经这么舒服了。据说里面暖气开得更强，还有蒸汽浴池。妖精听到后就迫不及待跑了出去，女神官干脆一个人继续泡。没想到一个热情的女孩突然找他搭话，问他是不是冒险者，两个人就闲聊了起来。女神官以为这孩子是养到冒险者，就给了他很多建议。对方听完之后感谢了一波，就先离开了。然而等他泡完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女神官却发现自己的衣服竟然被人偷走了。浴场负责人立刻去找看过的人确认，得知不久前的确有个穿着地母神法宝的客人离开了浴场，应该就是偷了女神官的衣服。这时女神官注意到另外一个篮子，里面装着的是进浴场之前看到那个女孩的士兵服，里面还有她的钱包，钱包里也多出来一堆宝石。意识到自己的衣服就是被那个女孩子给偷了，女神官的眼泪夺眶而出，因为那件锁子甲可是她第一次被格莎夸奖的。妖精赶紧安慰她，一定会帮她把衣服找回来。晚上两人这件事告诉了格莎他们，但格莎并没有什么表示，一个人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打磨武器。这时剑之圣女走了进来，直接坐在格莎身边，紧紧靠着她，告诉她不能让女孩子哭泣，然后将自己从书库里带的书放在了桌子上，没有拉链的包的话我就会拿。格莎突然产生了倾诉的欲望，表示东西都是会不见的，就像他小的时候，父亲说等他长大就把自己的短剑送给他，到现在他也不知道那把短剑去哪儿了。剑之圣女便靠在格莎身上，想用自己的体温抚慰她。明天他就要去跟国王开会了，他跟国王也算是童年的玩伴，表示到时候会跟他讲这件事情的。第二天，国王主办的圆桌会议就到皇宫举行了。首先是落在林峰的天之火石，占星术士说那是意外掉落至盘上的凶星，但林峰实在太难攀爬，想要派军前往查看情况有些困难。兽人大臣提醒军队负责人一定要警觉起来，因为他之前去的时候总觉得有一股诡异的气息。国王便打算将这件事交给你的精英冒险者。紧接着神殿负责人汇报说，都城流行了名为绝之神的可疑宗教，据说不信奉这个教的人会遭受到可怕的诅咒。大家聊的事都是事关国家的大事，只有剑之圣女突然来了一句，我的友人在浴场被人偷了神官服和珍贵的锁子甲，国王答应他会好好的调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仆慌慌张张地跑进来，原来是国王的妹妹不见了。没错，王妹就是偷走女神官服和锁子甲的小偷，可是她现在也被哥布林抓走了。公主是偷溜出皇宫的，
穿上托雷的衣服后，就乘坐了一位商人的马车，想让他带自己去北方。没想到半路上遭遇哥布林袭击，两人寡不敌众。商人本来想骑马逃跑的，公主就非要留下来和哥布林战斗。结果马车被掀翻，他自己也被哥布林给带走了。商人不想送人头，就快马加鞭的到王都找人想办法，刚好遇上了跑出来找公主的女仆。当务之急是赶紧把公主救回来。可是国王却没脸派出大军，毕竟这种丑闻一不小心就会传到其他国家。可是有关他们国家存亡的大事，必须找到值得信任的冒险者。刚好剑之圣女之前就是冒险者，众人就试图逼迫她接手这个任务。剑之圣女的脸色瞬间就变了，好在她的侍女及时带来了哥杀几人。哥布林这种东西，当然得交给哥布林杀手来消灭。